看悬空寺，在我身后的这座大山里面，竟然藏有一座悬空寺。它的建筑形式震惊世界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不用一根钉子，也不加一把锁，甚至连一根支撑的柱子都没有。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了，哪怕是个武林高手上去下的都会两腿发抖。世界建筑学家对它都是拍手叫绝，连连称奇。关注阿波，今天带你走进千年悬空寺。从这个楼梯上去啊，咱们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悬空寺了。你看这楼梯啊，这都是以前的留下来的一个什么古迹啊？看看上面是不是特别的倾斜，特别的陡？从这里往下看也太陡了吧，瞬间仿佛一下子就没有了安全感。这里呢就是散花楼了，是麦积山石窟的第4窟，也是最高的地方，也称为七佛阁。1000多年来，这里都是一个7间8柱的大型宫殿式的一个洞窟。据说开凿的时候用了几十万人，是北周时秦州的大都督李允信为自己的亡父所建的。整个洞窟呢是依山而建，屋顶呢为无殿顶，在山岩上凿出的这个屋脊。龛外呢每2龛之间啊就有一尊这样护法的形象，被称为天龙八部。除了天龙八部以外呢，在这个洞窟的左右两边，咱们还能够看到比较少见的哼哈二将。你看这个张着嘴巴的就是哈，对面的那个闭着嘴巴的就是哼。那为什么这里又被称之为散花楼呢？据说当时有个央视的记者啊，为了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，就特地呢带来了一把花瓣，随之呢往空中一撒。结果这个花瓣不但没有缓缓的下落，反而是随着空气的气流呀，不断的往上升，就宛如天女散花一样。所以从此呢，这里也有个名字，被称为散花楼。那么这里呢，还有一样宝贝，被称为东方微笑，就在这下面。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看，比西方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神秘的东方微笑。麦积山石窟呢，主要是分为东窟跟西窟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在东窟，从前面的这个小有洞天下面的一个石洞钻过去，就是西窟了。一旦进入西窟，仿佛就是进入到了真实的极乐世界一样。这个洞啊看起来小，而且它是拐弯的，难度啊非常的大。看来呀，想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啊。哇塞，真的是大不一样啊！有没有一种被震撼到的感觉啊？从这个洞窟里面往外看这个石窟的这个照相，真的非常的壮观。看来国宝文化的这个魅力还是非常大的。你看，这里真的是人山人海，上来1个多小时了，才看了1个窟。有些人可能会问呀，这些照相它到底是怎么雕刻的呢？其实它并不是说直接在山体的岩石上进行雕刻，它只是首先呢在岩石里面挖一个龛室，然后呢在龛室里头大概的造出一个这个照相的模型，然后在这个模型上呢打出很多的小孔，孔里面呢插上木头，再在这张木头上面呢插上很多的麦秸，把它塑成一个大概类似于稻草人的形状，然后外面呢把它敷上这个黄泥巴，然后再进行雕刻。雕刻完了之后呢，再给它进行上色。看看那里，真的是太壮观了！真的不知道1600多年前古人是如何把它修建而成的。在麦积山石窟里面最有名的还有一束呢，东方蒙娜丽莎之称的这个雕塑，我们去看一看。我的正上方呢，就是整个麦积山石窟当中最大的一尊造像，叫做东崖大佛。中间这一尊呢叫释迦牟尼，左右两边分别是文殊跟普贤。大家再往这边来看一看，大佛脚部所踩的这个须弥座，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巴洛克风格？说不定啊，西方的这个巴洛克风格最早有可能还是起源于咱们东方的。所以不然1600多年前，怎么这种建筑形式会出现在麦积山石窟呢？往这里面看呢，就是最负盛名的第44窟东方美人仪服式的微笑。据说呢是古代武都王仿他的母亲的面容所雕塑的一尊雕像。1600年了，还笑得那么美轮美奂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你看，佛像的面型饱满圆润，眉目细长，嘴角微微的内含，带着东方经典的微笑，给人一种端庄文静、仁慈宽厚的感觉。从美学的意义上来说，它比西方的蒙娜丽莎笑得还要美。终于从上面下来了，逛了大概3个多小时吧，上面真的是太堵了。这些都是先祖们留给我们的珍贵的一些文化遗迹。很多人来到麦积山石窟，不仅仅是欣赏这些国宝文物，更重要的也希望能够来许下一份美好的心愿跟祝福。阿波也悄悄为你们许下了一份祝福，祝愿所有看到这条视频的人都能够幸福安康，
无病无灾，财源广进。你们收到了吗？